前2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引起人们对生命的深刻反思。人们越来越明白，唯有健康的身体，才能让我们体会到生活中更多的美好。然而，却有一些人把自虐当作养生，譬如暴走，吃各种养生补品，以至于患上了养生病。其实，最好的养生方法应该是大道无道，自然而然。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颐养天年，就是出自易经的一卦。人们如果按照一卦的智慧，就可以保养年寿，终其天年。那么一卦究竟告诉我们怎么样的养生之道呢？有以下3条。灵夭，自食其力。一卦卦辞：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意思是，只有坚守正道，才能获得吉祥。观察自己养身体的情况，靠自己的力量来求取食物。日常生活中，饮食、起居都必须要坚守正道，比如每天要摄取足够的营养。国家卫健委指出，人每天必须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必须摄入25种以上食物，但也要忌讳暴饮暴食，营养过剩和过度补养。睡眠也要早睡早起，最晚睡觉时间不能超过晚上11点，因为人体在11点时身体进行排毒，晚睡的话毒就排不出去。这段卦辞最重要的一句是自求口实。人活在世上，连自己吃饭自己都负责不了，还活个什么劲？现代社会好了，物质生活提高了，却出现了很多啃老族。这种人还谈什么为国家做贡献？古代有一位年轻人，家中贫穷，妻子出身于富贵人家，也跟着他过着贫穷的日子。岳父多次想要帮助他，都被他拒绝了。他说，大丈夫不食嗟来之食。后来他在挖井时，挖出了一堆金子。按照当时的法律，无主之财属于发现者，他成了富翁。与其说这个年轻人幸运，还不如说是他坚守正道。上天降下的福泽，人只有用自己辛勤的汗水换来的食物，才吃得安心，吃得香。这样的食物才能既养我们的身体，又养我们的精神。灵2，慎言语，节饮食。一卦象曰：山下有雷，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意思是，山下有雷是一卦的卦象，君子从卦象中得到启示，谨慎自己的言语，控制自己的饮食。民间有谚语：宁做蚂蚁腿，勿学麻雀嘴。中医认为，语因出于肺而根于肾，又因心而主神志，所以语言过多，既会损伤肺肾之气，又耗心神。著名画家朱启瞻活了100多岁，他终生奉行的养生原则中，就有一条：少说话，而且话多是非就多，经常会惹不必要的麻烦，更是伤神费力。所以少说闲话不仅是一种养生方法，也反映出你的修养。
而节饮食是讲饮食一定要有所节制。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告诫人们，饮食过多则节积聚，可饮过量则成痰。现代科学家也已通过动物实验证明，无论是单细胞动物还是哺乳动物，若将正常饮食减少3至4成，其寿命可延长30%至60%。而我们人类如果能坚持只吃7分饱，做到营养均衡，完全可以更健康、更长寿。所以我们要抛弃吃要吃饱、狂吃海喝的错误理念，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处于良性工作状态。多多思考，少讲闲话，少吃肥腻，节制饮食，就可自天佑之，吉无不利。03清心寡欲，初九爻辞，舍我灵龟，观我朵颐。兄，意思是舍弃像神龟般不食而长寿，自我供养的资质，却求别人来供养自己，这样必然凶险。其实最好的养生之道是清心寡欲，守住自己的精气神。上天给我们的这种灵气其实和神龟一样。《黄帝内经》里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可是现实中有很多人精气神很匮乏，然后拼命地吃补药，结果越补越差。为什么？因为那些补药大都价格昂贵，反而使他的淫欲心更重，精气神会遗失的更多。对我们人类来说，最好的饭就是家常饭，最好的水就是白开水，最珍贵的物质是粮食、空气和阳光，最珍贵的精神是粮食。圣贤书，他们是最司空见惯，最容易让人忽视，且基本不用花什么钱的。清心寡欲是一种境界，因为欲望不高，容易产生满足感和幸福感，无怨无悔，无忧无虑，自得其乐，自然有益于身心健康。孔夫子说，大德必得其寿。寡欲之人追求的是高尚的道德情操，崇尚的是精神上的富有。这种人的心理一定是健康的，也一定会是长寿的。知足常乐，淡泊名利，这些养生之道难道是要别人帮你去做吗？由此可见，《易经》不仅是一部哲学大典，更是一部养生宝典，是一部讲人生哲学与生命哲学的大书。《易经》的养生之道，在我国《黄帝内经》中得到了诠释。自古以来就有一意相通和一意同源之说。中国古代医学家孙思邈说，不知医，不足以言之医，充分说明了《周易》对中医学重要影响。在养生学方面，《周易》蕴含着丰富的养生理论，奠定了中医养生学的基本观点，对中医养生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在我们就来全面探讨这个话题。接下来的影片，我将教你利用易经养生的方式方法，让你从今天开始，让你的健康状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请先放下手头的事，
仔细的聆听。这个影片有点长，如果你当下没有时间，建议你先点赞收藏并订阅频道，以免以后找不到了。好了，我们开始吧。易经养生思想，三大生存法则。01，天人相应的整体观。易系辞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民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素问指出，上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世，这就是人、社会、自然三位一体的整体模式。天人相应的整体观思想更能体现中医养生学的整体调节优势。02，居安思危的预防观。易系辞下指出，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终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在卦辞中指出，君子思患而预防之。周易明确提出了未病先防、居安思危的预防为先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后世医家和养生家都非常强调预防为主的防病健身原则。03，中医养生原则的理论基础。易经的哲学思想直接影响着中医养生学理论，如万物本源的天道观、动静互含的运动观、阴阳和调的平衡观、顺应天时的达生观、柔静顺缓的静养观、一阳一阴的调养观等。易经与四季养生。周易文言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周易中的养生天时正是顺乎自然，就是顺从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使人的身体与自然环境相协调。黄帝内经素问四季调神大论就提醒人们需顺应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的一年四季变化特点来调摄精神，达到养生保健和防病治病的目的。易经吉卦强调顺乎天而应于人，顺乎天就是顺乎自然，也就是顺应四时阴阳养生。01，真卦与春天养生。周易说卦传认为震为东方之卦，象征春天。黄帝内经素问四季调神大论说，春天阳气上升，渐渐向外发散，生育万物，显示出其姿容，较发陈。春季养生法则，要晚卧早起，广步于庭，要多散步，把冬日在身体积蓄的潜能发散出来，逐渐增加户外活动，以增加血液循环。中医认为春宜柔，不要过早减掉冬衣。五行中的饮食养生紧和五味，是指食物的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的调和要适应。中医学说，肝属木，而春季在五行中也属木，两相对应，人体生发靠的是肝气。春季养生，身体要增加阳气，以顺应天时，
养肝补脾是春季的重要养生原则。同时，春天的阳气向外散发，身体的皮肤也开始舒张，风寒比较容易入侵，这时就要泄肝火，敲敲三焦经，背部刮痧可以驱寒气。02离卦与夏天养生。周易说卦传，认为离为南方之卦，象征夏天。夏3月又称为孟夏、仲夏、季夏。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夏3月指物生宜长，故翻茂而华秀。夏季阴气微上，阳气微下，所以说万物花实，要夜卧早起缓和阳气。夏季气温显著升高，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能量的消耗比较大，人们应保持旺盛的精神，使体内的阳气宣发于外，与其阳盛的环境相适应。这就是夏天的养生之道。如果违背了这个道理，就要损伤心气。立夏以后，天黑得晚，亮得早，往往会造成人们的睡眠不足，应适当午休补充睡眠。夏季高温逼人，会使人烦躁不安，因此夏季的调神情志应与夏长之气相适应，以静养心，保持心情舒畅。夏季饮食要以清淡为主，为增强免疫力，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就要多吃新鲜瓜果、蔬菜。03对卦于秋天养生。秋季，周易说卦传，认为对为西方之卦，象征秋天。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秋天3个月叫荣平，自然景象因为万物成熟而平定收敛，这时候天高风急，地气清消，处于这种自然气候，人们要早睡早起，同机的活动时间相仿，才能保持神志的安宁，同时还要收敛神气而勿外漏，从而使肺气清消。这一做法适应于秋季养生。秋季饮食养生要重清淡，避免油腻，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秋天气候干燥，饮食应以滋阴润肺、防燥护阴为主。秋高气爽，适应外出游山玩水，适宜进行跑步、登山等运动，增加活动量。秋季人体的阳气开始收敛，在精神调摄方面，要做到使情志与秋收之气相适应，精神上做到养收，保持神志安宁。04坎卦于冬天养生。冬季，周易说卦传，认为坎为北方之卦，象征冬天，万物之所归也。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冬天的3个月是生机潜伏、万物蛰藏的时令，此时天寒地冻，人们要早睡晚起，以待日光，要保养精神，同时要保持温暖，避免受寒，不要使皮肤过于出汗，导致闭塞的阳气不断损伤。这就是冬季养生之道。冬季饮食调养要遵循养阴的原则，宜食用热量较高的食物。冬至之后
阴气将开始消退，阳气将复萌。有道是冬季进补，开春打虎，补在39。此时进补能使人的精气储存于体内，到了春天便不会生病。同时冬季是肾主令之时，要补肾补元气，要多吃黑色食物，以补肾强身。人们在调摄精神方面要敛阴护阳，做到养精蓄锐。冬季气候寒冷，还容易让人血液循环变慢，心、脑部容易供血不足，植物神经功能发生紊乱，诱发疾病。所以人们要加强锻炼，保持合理饮食，经常晒晒太阳。总之，顺应自然，四时顺养，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正是《周易》的人体观在我国古代自然哲学的基础上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3、八卦的养生之道。易经养生不仅重视居住风水养生，更注重生理、心理的养生，强调养生应首先从养心开始。养生应注重生理、心理和居住环境的全面养生。01、乾卦养生之道。天人合一，顺天行事，不违自然，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接受天气，有益健康，保护生态，培育生气。乾代表天，乾卦的关键词是天，倡导天人合一观，启发人们应顺天行事，不违自然。乾卦大象辞说：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并以龙飞腾的过程比喻事物的发展过程，启发人们要效法天的精神，不断努力，自强不息。乾卦阐述了天与气的关系，气之轻生为天，气之下浊为艮，气之动而为风，风击雷状而天道大行。古人认为气是万物的本源，又由万物所生。天有天气，地有地气，火有火气，人有人气。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神。精为构成人体的物质基础，其来源有二：先天、后天。南朝道教思想家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中说，先天之精与后天之精相辅相成，失之则生人，留之则生身。气为人体真气，也称元气。正气是人的生理功能，包括脏腑之气、经络之气、宗气、营气、卫气等。庄子之北游说：人之生，气之聚，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神即精神，即一切意识、知觉、思维等生命活动的集中表现。在三宝中，精为生命之根本，气为生命之动力，神为生命之主宰。道教太平经：神者受之于天，精者受之于地，气者受之于中和，相与共为一道，故神者乘气而行。
经者居其中也，三者相助而治。故人欲寿者，当爱气，尊神，重经也。三宝中，神居统帅地位。《黄帝内经》素问：移经变气论，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合经养神是乾卦的养生要义，也是传统养保健的首要大法。《黄帝内经》是《周易》的一传，养生传认为五脏藏精化气生神，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肝怒心喜脾思肺忧肾恐，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乾卦养生要求控制好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养好人的精神。乾、元、亨、利、贞代表生命体新陈代谢运动的4个阶段：开始期、成长期、成熟期、衰老期。15字养生理论认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立贞。性命、性格、命运。孔颖达《周易正义》说：性者天生之至，若刚柔持素之别，命者所禀受；若贵贱夭寿之属，冲合，阴阳会合，冲合之气，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要求我们在变化中养好性命，促进健康。乾卦在居住风水养生方面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养生风水学的真谛在于寻找生气居地。管子、书言说：有气则生，无气则死，顺承生气。乾卦养生要求我们要注重接纳天气，在住宅要广开天井，以纳天之生气。同时要求我们要依据时令变化来审时查气。吕氏春秋审时篇阐述了农业生产要审时和不为农时。黄帝宅经认为，正月生气在子癸方，2月在丑艮方，3月在寅甲方，4月在卯乙方，5月在辰巽方，6月在巳丙方，7月在午丁方，8月在未坤方，9月在申庚方，10月在酉辛方，11月在戌乾方，12月在亥壬方。乾卦养生要求我们要根据每月生气的方位来顺承生气，同时要注重住房客厅天花、屋顶、书房的风水处理，注重天花的高度、色调与生气，要注重住宅西北方的风水处理，使其宅有清气，家中有银。此外，乾卦还积极倡导保护生态，保护生气。生气来源于良好的生态环境，没有良好的生态，就不可能有旺盛的生气。京都议定书要求控制6种温室气体，保住青山绿水也是政绩等，是保护生态的积极体现。对此，现代养生应注重环境，应从保护环境做起。02
坤卦养生之道，接纳地气，有益健康，注重静养，静极养生，择地而居，地极人容。坤代表地，大地稳重而安静。坤之见，启示我们在养生上应注重静养，静极养生，不能一味的运动，应动静结合，才有益健康。特别是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静下心来尤为重要。在居住养生风水方面，坤卦关键词是地，要求我们要注重接纳地气，要注重分辨土质，利用地形，识别地气，择地而居。地有地气，人有人气，地气影响人的未来。地善则苗茂，宅吉则人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名山秀水出才俊，穷山恶水出刁民。一方水土决定一方人的气质。吴越人温润俊秀，东北人彪悍粗犷，相处人热烈激越，岭南人平和通达，与江南水乡，白山黑水，洞庭湖畔，南海之滨的水土条件不无关系。人杰地灵，土瘠民贫，地质条件同时也影响人体健康，如产析处危害生殖，湿地生风湿等等。坤卦居住养生注重乡地识土，要求人们选择有生气的地方居住。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要求我们选择山形好，铺色好，水源好，草木生长旺盛的地方作为宅地。坤代表西南方，要求我们要注重住宅西南方向的风水处理，去除不利因素，扶持生气。坤又代表大地，大地的主要功能是收藏，要求我们要注重地板储藏室的风水处理，使之能很好地接纳坤之生气。地板和地毯颜色的选择，阴坤的颜色是黄色和黑色，宜选黄色、深色，象征根基深厚，债务多多。同时要注重储蓄室、橱柜、鞋柜的设计，使其符合风水要求。03，震卦养生之道，顺应天时而起居作息，使人体生物钟正常运转，闻鸡起舞。生命在于运动，防雷抗震，注重安全。震为雷，为足，为动，春雷响动。周易系辞下传说，君子藏气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要求人们顺应天时而起居作息，使人体生物钟正常运转。震卦养生，要求我们闻鸡起舞，加强运动。子午流注养生学认为，人体12条经络的气血巡航在一昼夜的12时辰中，各有极盛和极衰的时候。《黄帝内经·灵枢·经脉》记载了12经走向先后顺序。肺经寅，大肠卯的配属。明代杨继周的《针灸大成》说，肺寅大卯为辰宫，脾巳辛午小为中，身膀有肾心包数，
亥交子胆丑肝通。传统养生学认为，寅时是精气开始生发的时刻，人体阳气趋于体表，此时起床锻炼，有益于吐故纳新。晋人祖逖与刘琨鸡鸣而起。在日本，高寿老人多在早晨4至6点起床，与鸟类的觉醒时间一致。生命在于运动，饭后100步走，活到99。震卦养生要求顺应40变化，闻鸡起舞，加强锻炼，才能使身体健康。在居住养生风水方面，震卦关键词是震与雷，震动不宁，震惊不安。易经认为，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搏，动万物者莫及乎雷。震卦养生要求我们注重防雷抗震，如雷击、电击、雾坠、火山、地震、泥石流、海啸、山崩、地陷、地震、爆炸、坍塌、动乱、战争等。选址及选房应避开多雷区、强磁区、强震区、高压电塔区、铁路、高速公路、立交桥、衙门军营等，注重地基、道路、走廊、电器及东方的风水处理。04巽卦养生之道，注重吸收新鲜空气，注重藏风聚气，东南和风，有益健康，风生水起，事业发展。巽为风，巽卦养生要求我们要注重吸收新鲜空气，加强空气浴、森林浴，处身天然氧吧。在居住养生风水方面，巽为风，重风重气，注重藏风聚气，应注重采纳温暖的东南阳风，避免西北阴风、邪风伤人。围墙不宜过于高大，因为过高不透风。房屋宜坐北朝南，有利于采光和避风藏风。巽在风水建筑上代表通风气口，风向锋利，气味清新。门窗、电扇、空调、排气换气、东南方等，窗户不宜过多过大，否则漏气。向南窗户可大些，以便吸收更多的南方和风。应避免穿堂风，因为前通后通，人财两空。如存在穿堂风，应注重玄关、屏风设计，随风巽，跟风转。应注重建设花卉、植物、园林环境，促使空气新鲜。05坎卦养生之道，注重温泉浴、药汤浴，择水而居，净水益身，储水防洪，善水利众。坎为水，为耳。坎卦养生要求我们要注重温泉浴、药汤浴。东汉张衡《温泉赋》说：有吉利矣，温泉颇焉。据说唐太宗在华清池治好风湿病。我国现存最古的医方52病方，记载了药汤浴法治皮肤病。端午节是重要的药汤浴，耳为天鼓，
耳聪目明是健康老人的一种写照。注意用药，小心掏耳。耳提面命，湿大压一饮，匪面命至，言提其耳。在居住养生风水方面，坎为水，地无水不毛，山无水不灵。水龙经认为，石为山之骨，土为山之肉，水为山之血脉。老子说，上山若水，风水宝地中以得水之地为上等。坎卦养生要求我们在居住方面要尽量选择有水之地而居，应选择欲带水而非反攻水，选择活水而非死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山管人定水管材，应注重在居住地设计水体，或在宅内摆水催财。水龙头坏了要及时修好，因为漏水就是漏财，财为忌水，因见财化水。坎卦养生要求我们保护好水质，努力营造山清水秀的生存环境。此外，坎有险易，要求我们欺山不欺水，做好储水防洪，山水利众。06，离卦养生之道，多接受阳光，注重日光浴，敞开心扉，让阳光照射进来。离为火，为太阳。坎卦养生要求我们要多接受阳光，注重日光浴。离卦云，柔利乎中正。古汉晋人嵇康在《养生论》中提出西以朝阳。黄庭经云，日月之华救老残。唐人孙思邈提出呼吸太阳论。宋代云集7000提出采日经法。离，利也，是以元首。序卦传说，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利，故受之以离。离者，利也。强调以情制情之法，以喜制怒，以怒制喜，以悲制喜，以恐制喜，以喜制忧，以怒制思。在居住养生风水方面，离为活于光，代表朝霞满天，蓬勃兴盛的美丽风水，代表红火日子。离卦养生要求在风水布局上应注重采光取暖。光线是能量，是风水文化中的意识场播。光影响人的情绪，光线暗淡的住宅会使人心情暗淡忧郁，无精打采，容易生病。颜色是光的本质，颜色有温度。黑白色光线带来明暗，明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的情绪。对此，健康风水要根据人的情绪来调色，运用好离卦的健康风水用色，处理好冷暖色。红色让人兴奋，黑色让人压抑。应根据大门方位五行和人的五行设计家居颜色，应避免强烈的光、火污染，如玻璃幕墙、镜子、电厂、锅炉房、煤气站、加油站、炼钢厂等。书房宜在东南方，灶门忌对水，应注重防火。07，艮卦养生之道，动静不失其时，注重睡眠。
睡眠是天然的补药，山清水秀，有益健康。根为山，为手，为颈，为指。周易彖传是艮卦云：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周易彖传是风卦云：日中则仄，月盈则时，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周易祭辞下传说：持货之躯，以求信也；龙蛇之者，以存身也。艮卦养生启示我们人行日月间，起居须有方，要求我们注重睡眠，做到动静结合。半山翁王安石有诗云：华山处世如容剑，不觅仙方觅水方。道教养生家陈希夷、陈抟因常年练睡功而享受118岁。睡眠其实是阴阳交替的结果。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石问说：故一夕，夕不卧，百日不复。道德经说：静为躁君。民间谚语云：睡眠是天然的补药。在居住养生风水方面，艮为山，山管人丁，要求居住选址应注重靠山、玄武山。在建筑上应注重依山取势，稳重止乱，应选择龙让虎，虎让龙的比合处安家，应选择在蛇耳处、龟眼处安家，不要在蛇口或蛇腰处、龙鼻处、龟肩处、龙虎互斗处、玄武吐舌处、暗箭伤虎处、朱雀破头处、直绳牵牛处、虎入牙处、龙身爪处安家。总体上要符合四兽、四象原则，即玄武要垂头，朱雀要降武，青龙要蜿蜒，白虎要驯服。要求左边青龙山要比右边白虎山高，宁可青龙高千丈，不愿白虎高1寸。此外，要合理筑亭立塔，叠山垒石，要根据金、水、木、火、土等5种山形进行合理风水布局。08对卦养生之道，树立阳光心态，笑一笑，百年少，乐水湖居，身心健康。对为泽，为口，为悦，为乐。对卦养生要求树立阳光心态，笑一笑，百年少。特别是在当今工作生活压力很大的形势下，更要善于用乐观的心态来释放压力。要求保养好我们的肺，秋水共长天，气爽润筋肺。在居住养生风水方面，对为泽，要求选择湖泊之地居住，乐水湖居，生态美宅。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同时要注重居住地西方的风水处理。总之，易经养生既重视居住风水养生，更注重生理、心理养生。只有从易经8卦阐述的天气、地气、运动、新鲜空气、净水、阳光、静养、乐观等8个方面全面地进行养生，
才能促进人们身心健康。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易经养生，愿你早日掌握易经的养生方法，修养好你的身心健康。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